8月23号，住建部的副部长董建国在一个发展论坛上披露了一个信息，说国家有关部门呢正在研究住房养老金制度，要组建一个住房维修的公共账户，要推广住房保险。这个信息一出来之后把很多人就吓坏了，网民就在这讲说我原先有一套房子，我还以为可以靠这套房子来养老呢。大家都知道前些年不是有那个到岸街吗？就是你有了一套房子，到岸街之后每个月给你钱，然后最后呢你去世之后，这房子就被人这个保险公司给收走了这就叫住房养老。他说没想到现在不是住房给我养老了，是我还得给房子养老，这不是天大笑话吗？这是一方面。还有人讲说房子建了，这不是应该开发商终身保修吗？你房子你质量不应该保证有问题吗？怎么现在房子坏了或者房子有危险了，还得我们自己掏钱修啊？更何况在中国，房子我们根本就没有土地所有权，我们只是租用了政府的土地。现如今房子如果有问题了，还要让我们自己拿钱修，天理何在呀？所以网上大家都开始纷纷吐槽这个房子的养老金制度。那网民什么一形成热议，新华社就急了，赶紧去问住建部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一点结果住建部派了一个负责人出来接受新华社采访，说误会了，大家不要着急，误会了。公共账户按照取之于房、用之于房，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由政府负责建立。从试点城市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一点、土地出让金归集一些等方式筹集，目的是建立稳定的房屋安全管理资金渠道，不需要居民额外缴费。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建立后，不会增加个人负担。说首先我们国家的住房维修基金分为个人账户这都知道就是你在买商品房的时候，商品房按照建安成本的5%到8%来归集住房公共维修基金。这个钱呢都是在你小区里的公共维修基金的账户里这个呢全国一共存量有1万亿，现在呢是没有动，这个体系也不会动。他说呢，现在要组建的是一个住房维修的公共账户，这个公共账户来做什么呢？是给房屋来做体检，然后呢同时逐步在全国推动这一个住房保险制度。同时呢，这住建部的领导也讲大家不要误会，这个住房公共账户的钱呢不用业主自己掏，政府来出。政府怎么出呢？3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土地出让金卖的时候我们归集一部分。其次呢，住房公积金账户里头如果有收益，我们再拿出一部分钱。第3部分，如果再不够，政府的财政再补一部分凑到这个公共账户里，然后用公共账户里的钱去给大家的房子免费来做体检，然后免费给大家来购买住房保险。所以大家放心，不增加业主的负担，全部由政府来出资。那这消息一出来，很多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对吧？因为只要不让我自己出钱，你政府出钱，你给我们修房子，给我们体检，那我们愿意对于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讲，只要不让他出钱，这个政策就是好政策但是这个消息传到境外的时候，那很多境外的媒体就说，那不可能，共产党天天鱼肉百姓，怎么可能花钱给老百姓免费做事情呢？那肯定是为了房产税搞房产税来铺张，是吧？说是让你们搞这个东西，我收房产税收房产税这个东西我来给你搞其次，肯定是巧立名目搞一个公共账户，一开始不让你们出钱，将来再让你们出钱。总而言之，共产党不可能安好心，对共产党说的话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这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两极的判断那么这2天呢，我也跟国内的一些朋友联系了一下，就确认了一下，应该说住建部这样的一个接受新华社采访的那个政策初衷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全国各地现在已经有22个省市在进行了试点。那紧接着问题就是那共产党他为什么要自己出钱为老百姓房子做免费体检呢？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共产党虽然说是为人民服务，那确实平时不怎么为人民服务嘛，对吧？那他现在为什么突然这个大发慈悲了，大发善心了？他们这背后到底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中共政府要推出的这个住房养老金的制度据这个住建部的董建国副部长披露这项制度其实是从2022年的时候，住建部就开始研究了。
那么为什么在2022年开始研究这项制度呢？其实你查一下就知道了。2022年的4月29号，在长沙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长沙的雷锋路那边有一个自建房突然倒塌了。大家可以看到它垮塌的位置啊，已经完全把它的主承重墙已经击垮了。东侧这一栋建筑，它的后侧、它的北侧那一面，被这一栋建筑坍塌下来以后，顺带带塌了它的楼梯间。5月6日3点03分，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结束。事故现场被困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共救出10人，遇难53人。向事故中不幸遇难者默哀。这个房子倒塌之后啊，那当地的消防部门去到那去抢救啊，最后呢，悲剧事件造成了58个人死亡，那也是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啊，这个房屋倒塌所造成的伤亡人数较多的一次这个事件啊。那么事后的调查显示啊，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房本身就是这个业主自己建的，不是开发公司建的，一开始建了6层。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就瞎建的啊，很多国内的城中村都是这么建的。你看那深圳啊、广东啊，那很多城中村握手楼，基本都是业主自己随便往上搭，既没有建筑图纸，也没有什么施工监理，想怎么建就怎么建。建起来这个楼一开始建了6层，都是做旅馆。2012年的时候，这个业主啊又在这6层的基础上又加盖了2层，这底下6层啊是做旅馆嘛，上面2层呢他自己用。但是你想想，这房子本来就不结实，上面又加盖了2层，超出了这个房子的应力范围。同时啊，据说租户在这里头还有一些改造，导致这整个房子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高度了吗？是吧？最后就在2022年的4月29号，突然就垮塌了。应该说不幸中间的万幸啊，就是垮塌的时间是在中午12点，所以呢，还有些人都在外面。如果要是说这人都在这屋子里，这午夜时间要是垮了的话，那伤亡的人数可能会更多。那你想想，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说这是一个自建房，它这个搞的啊，但你毕竟死了这58个人呢，当地政府你也得兜底啊。这自建房的业主啊，其中有1个人在这个房屋倒塌事件过程中也被砸死了，但你其他这些人死了，政府能不管吗？肯定你兜底，还得给一些抚恤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住建部觉得全国各地这个危楼的数字或者危楼的状况，可能的严重程度已经超乎了想象。我们知道，2015年的时候住建部就在全国各地普查了一次全国各地的危楼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公开。我听到的消息啊，据说这个数字很大，住建部不敢公布。为什么不敢公布？你比如说你一栋楼啊，你说现在这已经是危楼了，不能在里住了。不能在里住怎么办？这些人要全出去吗？出去之后，政府能负担他们所有的这个住宿吗？而且要是有些人不出去，你怎么办呢？是吧？所以住建部手上虽然有危楼的数字，但是他们不敢公开，也不敢轻易的承担这个责任，于是就这么瞒着，瞒到了2022年发生了湖南长沙429自建楼垮塌事件之后，这事儿没法搞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垮塌，按照中共的体系也是要问责的。你这房子明明是危楼了，为什么政府没有发现？政府没有发现也罢了啊，那么你将来如果是发现了，你有没有提醒义务啊？等等，这件事情对地方官员、对行业部门还是造成了很大压力。所以啊，住建部就开始研究，怎么能通过一个方式把全国各地的房子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体检如果要是发现就是这个房子已经是危楼了，那不能再住了。再住的话，那可能会死人呐，或者是要维修啊，要么是维修啊，要么是你是要重建呢，等。总而言之吧，这个你要有这样一个机制。我在这里可能给大家普及一个这个常识啊，在中国，我们的房屋是没有定期强制检测机制的。就这房子盖好之后在它的自然寿命里头，比如说每隔20年做一次强制检测，这检测这个房子本身是不是危楼了，在中国没有这个制度。所以这个房子真的变成危楼了，如果要是没有检测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但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现实。中国现在全国城镇居住型住宅的总面积
2022年的七普数字显示是295亿平方米，这个数字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中国现在其实已经从过去的那种没有房子住，变成了一个房子内部的结构优化问题。但是这里头啊，这7.6亿平方米的房子，多数都是90年代以后啊，改革开放以后建起来的。然后这些房子呢，多数也都是产权属于居民自己所有。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背景啊，从90年代到现在，集中建起来的这295亿平方米的住房，慢慢都进入到了中老年期。我们国家的建筑啊，一般来说使用寿命是50年，这50年你这过程中间你还得有比较好的维护啊。那么实际上大多数城市的这个住房啊，平均寿命40年左右。那你想想，你从90年代开始建到现在，大多数的房子开始逐渐进入到20年、30年的使用寿命期了。20年到30年之后呢，这房子就进入到中老年期了，那么就开始有一些问题了。那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住房维修体系里头，过去是有一个自己的个人账户的，就是你住房买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公共维修基金。我前面讲了，公共维修基金呢，当时归集的时候啊，大概占到你建安成本的5%到8%。像北京当时啊，我买那个商品房啊，就是你房价的2%，然后这个钱呢进入你的小区的一个公共维新的账户。像我们的小区，我做过业委会的委员，我是知道的啊，一共有1000万人民币。那么按单元进行使用，比如说你这个单元要换电梯，那么你这个单元里头进行投票，投票完了之后可以的话就换了啊，就是这么一个使用规则啊。但是问题是啊，全国啊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就是以南京为例啊，南京据说有30%的小区实际上当时没有归集，因为这房子啊就很复杂。你比如有的房子商品房当时有着归集，有的呢是属于是单位的住房，它进行了一个住房制度的改革，就原先是公房，然后这公房之后呢，住房改革之后就卖给了这些单位的职工。这些房子多数实际上是没有归集这一部分的维修基金的，还有有些虽然归集了，但归集的数量非常少。据南京市统计啊，就是已经归集的这些小区里面啊，大概有28%的小区整个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账户啊，不到10万块钱人民币。那你想想这个数字啊，实际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导致什么问题呢？导致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商品房，它遇到了这个中修或者大修的时候难以为继。你就比如说换电梯，有些小区啊，电梯该换了，一个电梯的使用年限最高也就20年嘛。但是呢，这电梯该换的时候收集不上来钱，收集不上来钱之后呢，那这个怎么办？所以很多小区里电梯换不了，业主的生活质量就大大受影响。还你比如说你是顶层的楼宇，它这个时候防水的保修期一般只有5年呢。那你过了5年，如果是漏雨了，如果要是不修的话，那你想想那顶楼的业主那就苦不堪言了，对吧？所以这是一部分，也是问题重重。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房屋由于没有强制检测标准，所以这房子本身是不是危楼不知道。那么如果要是检测的话，也没有这个钱。所以现在的政府的养老金制度，这个所谓的住房的公共账户部分，实际上是政府想要出钱来为所有的商品房啊的体检进行花钱，然后呢，可能政府没有钱，又拉来了保险公司，就将来为所有的住房啊，来购买一项保险。就比如说你这房子地震了，或者是垮塌了，那垮塌了这个房子可能要重置，重置的成本很高啊。那这个按道理来讲也不应该政府出钱，怎么办呢？政府就把保险公司拉进来，可能政府将来会出钱购买这个所谓的住房保险。整个这个制度设计的背景啊是大致如此啊。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啊，世界上实际上大多数这个商品房的这个国家里面所实行的制度啊，就是不光是你这个住房的你中修小修是由业主来负责，就算是强制这个体检的钱也是业主自己归集。那么为什么中共要自己掏钱为老百姓做这件事情呢？这挺有意思的啊。你就比如说现在的日本啊、美国啊、新加坡啊这些地方啊，那房屋有强制检测的标准呢，比如说每20年要检测一些这个住房本身的这个使用状况，那这个钱就是业主自己归集。那么为什么中共要好心拿出来钱替业主来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吗？业内人士表示，政府建立类似房屋养老金并不是我国独有，一些国家也有类似制度。
比如韩国政府通过发行彩票、政府出售土地收益、收取的房地产税和房地产交易税一部分以及其他，已归集了数量可观的住房基金，用于突发性房屋安全管理和更新补助。总体上来讲政府的这个政策都是希望我们的房子变得更安全，变得更舒适，变得这个居住的价值更高真正享受存量房时代下的房屋的这个居住品质的提高。这里头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制度背景了啊。什么背景呢？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这个你商品房小区里头都有一个业主大会嘛。这业主大会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之下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必然存在的实体。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物业管理条例里就规定你这个小区里头可以成立业主大会，但是你可以对照一下美国欧洲包括日本这些国家，你只要按照楼宇建设起来的这个楼你这个业主大会，他们有的也叫业管会物业管理会它都是一个必须存在的这个法律实体。就是说你这个楼你只要建起来，就必须有一个这个楼宇的管理单位。这个管理单位目的是什么呢？目的首先是为了承担责任，因为你这个楼建起来要存续可能50年甚至80年，一旦要是有了法律责任，有了侵权责任，找谁去赔那你这个楼宇的管理机构，就整个业主的这么一个管理机构，就是一个责任主体。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2年前美国佛罗里达州不是有一个楼就垮塌了吗？ Just into our newsroom, this security camera video. Now, remember, this is from an adjacent condominium. Stunning. It captured the moment of the collapse, a 12-story complex. 那当时造成了98个人死亡，非常大的一个悲剧那个楼的倒塌呢，是由于它那个地方地面沉降，沉降之后，它由于沉降的速率不一样最后导致这个应力，这个楼中间出现的应力不一致，最后呢，这楼就垮塌了。垮塌了之后，到现在就在前几天，这个楼宇垮塌之后的赔偿方案终于出来了。我看了一下，一共是12亿美金。这12亿美金里头涉及到37个部门就比如说旁边有一个这个楼是一个阿拉伯的富商买的，1.2亿他在那建了一个楼据说他这个楼建了以后对这个旁边的这个已经建好这个楼这个地面沉降构成了影响，所以呢他要赔一部分钱。还有当年的开发商怎么之类的，一共加起来是37家。其中这里头有一个赔偿主体，就是这个楼宇本身的这个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就是全体业主，一共是138户业主自己成立的这个管理委员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楼里头138户里面死了98个人，这死了98个人得有人赔那么这个管理委员会最后这个楼拆掉了，地还值钱，地就拍卖了。拍卖了一共好像是3个亿还是4个亿这3个亿和4个亿里头呢，留出来9800万，让这138户的人呢，按照你原先的居住面积的多少来分钱，剩下的钱就来赔这已经死亡的业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一个楼宇的这个管理委员会它成立的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承担法律责任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构，你找谁去赔没法赔所以在美国和在日本，在这个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头，只要有房子就必须有一个业主管理委员会。但是在中国呢，我们呢法律规定你是可以成立，可以成立就是你可以成立也可以不成立，事实上政府也不主张你成立。在中国的业主大会里头住建部一直是主张业主能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的，但是民政部一直反对。为什么反对说你这个业主委员会你成立起来那中共的这个基层组织就完蛋了。中国的基层组织是什么？是居民委员会，大家都知道这居民委员会就是管最基层的老百姓的。如果业主大会全部建立起来了，业主大会有自己的钱，有自己的会员组织，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你想想，你那个居民委员会还有用吗？肯定是没有用了，对不对？对共产党来说，这是动摇他的统治基础所以在20年前，中共在全国各地推广过业主委员会，但推广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现不行。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我就参加过我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后来中共就发现，尽量不要你们搞业主委员会。那么现在全国各地搞什么呢？搞这个居代业。所谓居代业，就是用居委会来代替业主委员会的职能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隐性的规定，全国各地很多业主委员会啊，你这个选举的过程中必须有一半是党员，也党组织下基层要控制你们这业主委员会。总而言之，共产党不希望你市场经济过程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房的主体中间有自治性组织，说白了就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既然如此，你不希望有这样一个自治性的组织，那么你出了问题，你共产党你就得管呐。你不管，你不让他居民自治，你不就得负担吗？于是乎，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个政策的背景就是，既然不让居民自治，那你这楼宇要是出了这质量问题怎么办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危房怎么办呢？政府于是要成立公共账户来出钱帮大家来做房屋的体检，甚至来帮这个房屋来做一些房屋保险，这就是它的一个体制逻辑，这就是一个政策逻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啊，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吐槽很多遍的，就是中国的住房啊，它实际上楼宇的产权跟地权之间是分开的，楼宇的产权呢是归业主的，但是它的地权呢，大家都知道是归国家，对吧？你只是租用了70年嘛，所以你并没有永久的产权。2010年的时候啊，中国的物权法出台啊，这物权法出台规定，居住性住房到了70年之后会自动续期，啊，其实在我看来已经变相的实现了土地的私有化啊。但是共产党不能承认，因为共产党的国家的立国基础就是国有嘛。因为你现在如果要是搞土地私有化了，你怎么解释你当年去抢人家地主的土地的合理性呢？所以它其实虽然物权法已经规定了自动续期，但是它这个土地的性质仍然是国有的啊。问题是在中国整个的法律体系的基础，其实就是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国有制或者是公有制的基础。这个国有制、公有制的基础啊，就使得它这个政府啊，在居民不动产这个领域内，它拥有着比那些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多的法律责任。你像在美国和在日本，人家这个去检测房屋是不是危房，对吧？那肯定责任就是业主自己啊。有问题呢就自己来修啊，不能修了重置的话，业主一投票就解决了。但是在中国不行，中国由于是国有的，所以呢，政府在这里头，它是一个专制体制嘛，封建大家长嘛，是不是？我平时管你们吗？你们呢在网上乱说话不行，我要收拾你。但是呢，如果你们有困难了，是不是我也要帮你们解决？这就是封建家长制的逻辑。这其实啊，就是中国的住房养老金制度的背后的背景。这是第二个方面啊。那么紧接着我要讲了一下啊，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长远后果是什么？在我看来啊，这个制度本身的长远后果啊，其实现在住建部搞这个制度啊，它可能没有进行过仔细的框算。如果真要是搞起这样的一个住房体检和保险的制度啊，可能那个资金呢，这大的非常可怕。你那土地出让金，全国你每年卖土地的钱全部加起来都不一定够。因为中国现在的土地出让金的费用啊，你在每年财政部的网站上你都可以查到，每年就是2万亿左右。但是全国这么大的存量商品房，你真要搞体检，你真要搞这个房屋保险制度，这2万亿全部投进去都不一定够。因为你要根据住房在整个全寿命周期内，你的这个强制体检的这个次数频度来框算这个费用。住建部有框算这个数字吗？我猜他可能都不一定。因为他们可能想的是免责啊，就说你这不要这房子再垮塌了，你垮塌之后肯定是有人说你是住建部怎么搞的，有标准吗？有没有这个强制标准呢？有没有强制体检呢？说住建部现在实际上就是说，也花不了多少钱，先这么搞起来。但真正搞起来，比如说到了20年以后，我们中国的现在的商品房全部进入到30年到50年的生命周期的时候，那个强制体检也包括房屋保险的那个花费啊，可能是指数级的上升。但不管怎么样，它先建起来了它反正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嘛，是吧？先把这个制度搞起来。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对于老百姓来讲，这项制度意味着什么？我的观点一直是中国要想进入到一个法治和民主的社会社区自治、业主自治就是整个这个制度的基础。如果我们能管好一个小区了，我们就能管好一个城市；能够管好一个城市了，就能管好一个国家。
但是如果一个小区大家自治都自治不了的话，城市你真的将来你能搞起来吗？这你自我管理能搞起来吗？可能就很难搞起来。所以业主自治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就是在中国未来的法治化也包括民主化过程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我的观点一直是，其实这种东西啊，中国的老百姓啊，应该是跟政府讲，你们不要管，就是我们自己管。我们自己管，你允许我们自己组建业主大会，你允许给我们业主大会啊一个独立法人地位，让我们自己设账户，用不着你们掏钱，我们自己会管好自己。那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正确的路径。为什么？因为自由权利本身也意味着一种责任，就是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的过程中间，我们自己要归集资金，我们把这个资金搞起来之后，我们自我管理管好了，那就证明中国的老百姓也可以通过自我管理啊实现社会自治，那才会改变整个中国的社会的微观结构。如果什么事情都等着政府，只要我自己不出钱，政府给我出钱就是好的，就是这跟我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那又变成了什么？又变成了封建家长制。所以我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中共政府是一个封建家长制，他给你一些好处，你拿到的时候，同时你也迫不得已要付出一些代价。什么代价？就是他像封建大家长一样管着你嘛，在网上不让你乱讲话嘛。同时呢，你社会不能组建一个自治性的机构嘛。那么无论是社区自治还是我们的公民自治，那就都谈不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啊，我最后想说的是，中共搞的这个养老金制度啊，住房养老金制度啊，虽然表面上它是花一些钱不让老百姓付出代价和这个承担费用，但本质上来讲是它封建家长制的内在逻辑，对我们中国社会长远发展来讲啊，制度建设来讲啊，并没有什么好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房屋养老金制度目前正在加紧的建设。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个人账户交存按现行规定执行，公共账户资金主要用于房屋体检和保险等支出。公共账户按照取之于房、用之于房，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由政府负责建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啊，已经完全把它的主承重墙已经击垮了。东侧这一栋建筑，它的后侧、它的北侧的一面，被这一栋建筑坍塌下来以后，顺带带塌了它的楼梯间。业内人士表示，政府建立类似房屋养老金并不是我国独有，一些国家也有类似制度，比如韩国政府通过。总体上来讲啊，政府的这个政策都是希望我们的房子啊变得更安全，变得更舒适，变得这个居住的价值更高啊，真正享受存量房时代下的房屋的这个居住品质的提高。